哦，你知道吗？不许 go there，我们真的没去，没空。谁安排这个行程啊？看，花10分钟看我们的节目，少10万块花在非洲。花什么吧？嗨，大家好，我是蛇令，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纳米比亚系列的最终回，就是纳米比亚的自驾攻略。我还记得呢，我在去年跟 Cynthia 拆回的影片里面讲到说，我是一个超级大批人，所以未来这个频道再也不会出现攻略型的影片。但是呢，在我今年3月去到纳米比亚之后呢，我就改变心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纳米比亚真的超级好玩，而且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困难、难做到，然后很贵之类的。当时候呢，我就在 YouTube 搜寻纳米比亚这4个字，发现网络上影片非常的少，就是比起非洲一些热门国家，像是肯亚啊，然后坦桑尼亚、埃及之类的，纳米比亚的影片就是没几支，也没有人做过攻略，所以我就想说，好吧，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了。那我们就先来欢迎这支影片的特别来宾。Birdy 跟那个，我们回来了。为什么这2个人有越来越奇怪的的趋势啊？我们从纳米比亚回来之后呢，变得不一样我。变成纳美克星人，那美克星人是绿色的哎。非洲的是。好，总而言之呢，这位是长得很像外国人的台湾人，他叫 Birdy； 这位是一个德国人，他叫 Yannick。Hello。那我就不多做介绍，因为大家已经连续看4个礼拜，连我都有点看腻了。OK， 反正大家记得去追他们的 IG， 他们都是非常的厉害的摄影师跟导演。那今天呢，因为他们2个陪我去了非洲2个礼拜嘛，所以就今天由他们2个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影片包含了网络交通、治安、花费啊等等等，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在这边了。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首先呢，我想要问大家的事情是，你们觉得纳米比亚的特别之处是什么？为什么你们会觉得纳米比亚是一个一生中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一气。一次，就是因为大家都旅行经验很多了嘛，你为什么会觉得纳米比亚这么好？我觉得也是大家会好奇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非洲，所以我觉得纳米比亚可以让我感受得到，就是非洲的那种荒野跟辽阔。然后真的就像我在电脑上看到或在书上面看到的那样。可是它又不至于像我认知里面的那种非洲那么的荒芜，因为它其实还是有住人，还是有人味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因为这其实是我去到非洲第7个还是第8个国家了。然后我觉得纳米比亚最特别的事情是它的景色真的很多元。我们一开始又先去那个死亡谷，然后后来去了海边的巨大沙丘，对，然后又去了那种荒野中的巨石露营，然后还有精致的德国小镇，对，然后其实也可以冲浪，对，然后它又可以跳伞。对，然后我们还去沙漠找大象，对，然后我们还去了北边的，就是非洲的草原类型，就是可以看到狮子、斑马各种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了2个礼拜，但感觉好像去了2个月。对，就是它真的很多元。然后目前去到其他国家都，我觉得景色比较单一，像埃及可能就是沙漠为主，是没有那么丰富。对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地方。而且我也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然后所以我完全没有什么 expectations 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比想象的漂亮很多 ，blow my mind， 非常的安全，所以这样子我们在那边就是能做一个这样的 road trip。我不知道就是其他非洲国家会是这么容易嘛，或是这么这样子做得到，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东西就是加在一起，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没错。好，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完成这样的 dream trip。先回答大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趟一共花了多少钱？一个人其实是花了6万5，包含了只不包含机票，对，但包含吃、包含住、包含租车，对，包含全部的东西，而且我们其实没有在省钱的，我们花了钱买了很多酒，但是even though这样子还是6万5而已。我自己有上网查纳米比亚的旅行社的行程，然后我第一个跳出来的说30万这样，因为我觉得旅行社也都会安排到很高级的住宿啦，但是我们是有时候住饭店，有时候住露营车之类的。我是觉得我们住很多露营地，然后露营地的价钱就没有那么高，一个晚上300块台币之类的。对，可是我们也有住一些比较不错的，就是我们是穿插住那种游泳池的饭店，只要你多花一点点心思自己安排，对，其实没有那么的贵。这个就是做给那些懒惰的人看的。
你只要看完我们这一集，你自己去就不用花那么多钱，花10分钟看我们的节目，少10万块花在非洲，划算吧？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哦，跟团好贵。那当然，很多地方都可以自由行比较便宜，可是大家又担心自由行好像很危险。对，所以下一个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纳米比亚的治安到底怎么样。我们其实都觉得纳米比亚没那么危险，对吧？纳米比亚其实非常，我觉得是安全的。我觉得，对，我觉得可能你在纳米比亚的首都叫 Windhoek， 在那边呢可能会因为大都市，我觉得其实包括巴黎啊、LA 啊、纽约，其实大城市都一定会有一些犯罪，可是他们顶多到偷，在首都会要注意这一些。可是因为我们的旅程是一个 road trip。所以我们不会一直待在首都。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荒野，我们都在一些几乎没有人的地方，遇不到人的一些地方。对，我们会进城市，都是一些我们要去一些地方补给，买一些东西，加油站最多。我们都去加油站买东西。而且我觉得也要讲一个是，就是如果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比较多人的地方，其实也许一开始看起来比较可怕一点，或者是他们会看你，大家会一直看你，也许他们是好奇，他们是比较好奇而已。有一次就是下去问一个人啊，可不可以就是拍你，那他们就很愿意让你拍，然后后面就是聊得也很开心。他们看起来都真的蛮 gay 的，可是你只要跟他讲话，他们都超级友善。对，但是其实，在路上拿着相机这件事情，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非洲所有地方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对，因为像之前去肯亚的时候，我就有特别被提醒说，路上绝对不要拿着你的手机，会被拔走。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唯一弄丢的东西是我的脚架，而且还是他自己留在树下的。是谁的问题啊？突然就觉得哦，那个沙漠好远，不想带脚架。然后其实我只要再走2分钟，我就回到车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不到2分钟，大概10公尺，所以他就要放树下。谁的问题？对，然后后来我就是觉得那个树下那时候没有人，然后就把脚架放在那边，然后去了大概2-3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就不见了。但是那完全是因为我I'm not surprised。我们在那边有遇到有人从 Cape Town 带全家去玩的，亲子游的，也有很多老人家、韩国人跟团的。对，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一起几个朋友组一团，然后自己去玩的。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overall 它不是特别给什么有钱人或者是穷游，没有，它就是很正常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连 family 也可以去啊。对，家人小朋友都可以去，所以很友善，非常友善。没错，所以治安的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对。再来就是大家去旅游会非常担心的交通，那交通又分成国际交通跟国内交通嘛。我们先来，为什么它是国际？你刚刚这样比，你什么意思？我没有特别的意思。但交通又分成国际交通跟国内交通，这样满意了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飞法呢，我们都是从台湾飞到。我们是合法的什么飞法？好，跟大家说我们的飞法，我们怎么飞？对，我们是先飞到杜拜，对，然后再飞到哪里？你们飞 Cape Town，然后我飞约翰尼斯堡。对，所以都是飞南非，南非，然后纳米比亚就在南非的上面一点点，所以是转了2次机，然后机票其实你大概在1个月前买，大概都是4万出头。这个航线唯一有一件事情要非常注意，就是它非常的容易掉行李。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掉行李的几率是100%。我们3个人是飞不同的航线。到的时候就是 Birdy 先 message 我说怎么办？我行李掉在约翰尼斯堡。你提早1个小时到了。他提早1个小时到，然后我们就是在想说，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出来之后还在那边嘻嘻哈哈，就突然笑不出来。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我们的也不见了。我们也办行李仪式的那个小姐聊，对，他们非常的驾轻就熟，就是有可能在南非，但是现在是 no information，有可能明天会来，但还好是其实都是在南非而已，南非就很近，所以他隔天早上其实。隔天中午你的是中午到，我们是大概1-2点。他每天都有班机，都会送。早上就去做我们的事情，然后中午过后我们就去机场看，先打电话去问机场说，有没有拿到我们的行李？然后有，我们下午就去拿，那我们就出发。我们那一天其实是这样。然后你的贵重的东西，像我们相机什么的 Celine，然后我们都放在包包，电脑都在包包，所以其实行李不见我们超 chill 的，没有很紧张。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2天穿同一套衣服的话，你就是在随身的行李多带1套。总之就是2个方法避免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开始就选中间间隔比较久的班机，要么就是你要像我们一样很 chill，
隔天反正他会到，你休一点，该来的就是会来。东西身上的东西准备多一点，然后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放身上，护照啊、现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在非洲旅行就是要保持一个很弹性的心态。What happens? What happens? 对，就是教大家一句话，就是 Hakuna Matata。就是在那个狮子王会出现的那句话，就是 Everything will be okay。接下来呢是当地交通的部分，这个应该毫无疑问的就是要开车。对，教大家分辨，就是你在纳米比亚，你到底是要包车再加一个司机，还是要自己开车？给大家2个点来评估，就是如果你这一团，我觉得至少要2个人会开车在自驾，要轮流，因为很远。On average， 我们一天是可能4到6个小时。那边的开车不是台湾的高速公路一样，没有那么轻松。你要很 focus， 而且你不能开太快。你不能分心，你就是需要一直就是看那边会不会有别的车啊，或者有没有路上有没有洞。对，没错。所以这个在纳米比亚的开车不要 underestimate， 其实蛮累的。对，开太累的话，当天也会觉得不好玩。所以如果整团只有你一个人会开车的话，我会建议直接找司机。对，那再来就是路况的部分，你们觉得呢？路况大部分偏差，老实说，对，那个差不是说不好开或很可怕，是它就是很多石头路，路不会是那种 off road 的路，你会卡住，就是比如说沙子很深或是怎么样，它是就是有一种。因为我跟你说，租车公司它也不会真的让你对开到那种沙子的路。我记得 Melbix 是说有些地方他们有放一些雷达，如果你去的话，他会直接告诉你说请你不要去那边。如果说你只敢开那种正常的公路，其他路你都觉得很恐怖的话，那我也不建议你自己开车。对，包车当然会有包车的好处啊，就是你轻松很多，然后你会有一个 local 的意见，对，就是你有什么东西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这边通常是怎么样的时候，它会有点半导游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缺点会是调整时程，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去那个沙滩。那个海旁边的沙丘，对，然后我们觉得那夕阳超美，我们大家都想要多拍一点。带我们去的那个人，因为我们是自己去的，我们不是跟团的，所以他等于是很弹性的，就好，那我让你们在这个多留半个小时、1个小时。或是第一天一样，就是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租车公司跟我们说，就是不应该是天黑的时候开。对，其实租车公司有讲。对。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天都开天黑。对，第一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风景超级无敌漂亮，然后就是太阳那时候刚刚在就是往下去的时候，就是夕阳很漂亮。那我们这个可能不拍。对，如果正常的，如果你是请一个司机的话，因为他也会想要赶快下班，然后他因为我自己有在马达加斯加有请过司机，他就跟你说晚上开车很危险，这个时间我们不能停，然后他就会赶快抵达一个目的地。可是因为我们都是摄影成瘾的人，我们就是想要拍完再走，真的很建议自驾，因为他真的感觉很 free，然后大家也不用真的太担心就是 off road 的部分，因为真的到很困难的地方你就参加 tour 了，像我们去沙漠找大象，跟像我们去海边那个沙丘，就是冲沙啊干嘛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租车的话呢，有一些 tips 要提供给大家。这个部分我们就把主持棒交给 Yannick。请问一定要会开手排车吗？其实不用。因为现在世界上也有太多人，他像我就只会开自排，大家租车公司就是也是要赚这个钱，对，所以大部分租车公司我相信是都有自排车的，对，一定都有。我们那时候不用担心这个点。车型的部分就是我们租的是 Land Cruiser， 对，但是其实最常见的不是 Land Cruiser， 对，就是那个 Toyota Hilux， 那它会是比较便宜一点，因为那边就是 Hilux 很多。Hilux 应该已经可以应付所有非常的可以的路，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去到的露营区，10台车里面有8台都是 Hilux， 因为那个就是 CP 值高，对，然后也好开，对，然后比较便宜，没错。但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想要拍一些你知道跟吉普车的帅照的话，推荐 Land Cruiser 不错。对，我们那时候是一到机场，租车公司就派一个人来从机场把我们接去饭店我们住的地方，然后隔天再把我们从饭店接到租车公司租车，它是整套的，所以你从机场出来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人会担心说，因为像我们是车路嘛，对，那车路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吗？就是这些租车公司，他们就是帮你几乎就是安排所有你需要的一些设备，因为他们知道你也不可能就是自己带过来，所以连水袋那边都是有的，很像超级简单的搭帐篷，就是你把它推开，2个架子架起来结束，你就可以睡觉了。对，其实我们带的东西都是像我们一般去旅行带的东西，就行李箱的东西都是
我们没有特别为了车路而多准备什么啦。睡袋啊、枕头啊、帐篷啊，全部它都有。我们会再把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租车公司的资讯贴在资讯栏。先跟大家说，我们其实是合作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帮他们拍影片做交换，可是我们是真心的觉得他们家的东西还不错。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那台车长什么样子的话，可以去看，不知道是哪一边那支影片，我会放连结。对，那再来就是租车贵吗？这个钱是租车加保险。加上他给你的连 WiFi 的机器，然后还有他的备胎，机场接送，然后他车上就有备胎，所有的露营设备是 including 这个价钱。对，当然你营区要再付一些钱，可是真的300块、500块一台车，我觉得跟那些其他 lodge 比起来的话，你还是就是会是便宜很多。然后像我们的车顶上，其实上面也是有2个车顶帐，其实总共也是可以睡4个人，只是因为我们的配置我们是3个人，所以其实这个6万3除以4，其实可以再更便宜。要不要租露营车？我觉得大家先思考是你要露营还是让你睡饭店？对，因为一般车已经比较便宜，可是露营车的好处是，你至少开在荒野上，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你的车子性能是够的。所有的露营的地方都几乎是以车路为主，它不提供帐篷。有一些有，但是不是全部。对，没那么方便。我觉得还有讲一个是在 Namibia， 就是都会是就是住在露营地，不会是随便找一个地方露营。应该说 Namibia 不太能野营啦。以法律来讲，你真的它是有提供露营地的，除非你是 local 有自己知道的一些深山秘境，它除外。但基本上我们观光客去就是找一个 camping area，然后付个几百块，然后我们有水、有电、有 WiFi， 超级舒服。总之车路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会建议就是你一开始先思考，如果你全部都要睡饭店的话，那当然就是租一般车就好。其实一般的饭店一定还是有很多选项，当然。但如果你有想要其中几天是去营区的话，我们会觉得直接租露营车。对，然后住车顶帐，不要搭帐篷在地上，因为有一些蚂蚁啊，像我这趟去就有被红火蚁咬。对，总之你在租车前，他会要求你说你一定要先弄干净再还车，就是或者是你还车是脏的话，他会帮你洗，可他会跟你收清洁费，所以前一天晚上其实去一间超棒的洗车的地方，很屌他就会说车子留着，好吃啊，然后你们上去，然后上面有 WiFi， 有冷气，有酒水，有食物，重点是食物超好吃，对，然后超便宜。洗车多少钱来？我300块还是400块台币而且我们车子超级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聪明的行销方法，因为它里面吃的其实不便宜。对，吃的大概就台北价格，在Namibia，可是你会觉得很舒服，很 OK， 所以他用车子把你骗去，可是因为你要等，你在那边1个小时，你一定会消费，然后你就吃东西喝东西，其实我们最后一个人也是花了500-600块，对。但是总之就是，如果你有租车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把这地方存起来，最后一天就可以去那边充个电。你租了这个车，有了这些东西，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去超市买东西而已，买食材放冰箱，结束。没错，刀子、叉子，各种什么全部都有，装备全部都有，全部都有。对，没错。OK， 下一趴。解决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会花很多钱，然后治安跟交通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大家自由行最困扰的就是行程到底怎么安排。对，这是我们的韩飞行是14天，然后在当地是12天，但是真正有在 travel 的时间应该算是10天。我个人觉得算是能够接受的最短的边缘，不能再短了。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样子安排已经很tight。已经很菜，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去到，至少安排多久这个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Namibia非常大，对，所以我们的建议统一都是一个地方至少安排2天。像我们这次去死亡谷、去海边、去那个 Spitzkoppe， 对，然后去 Damara Land， 然后最后去 Etosha， 就是5个地方嘛。对，5个地方乘以2是不是就10天？对，差不多。然后加上我们前后交通12天，这样就是刚好。所以最短要去多久？我觉得大家可以评估的是，你稍微做完功课之后，你可能觉得你一定要去的可能有6个城市，对，那就是12天，对，再加交通，再加头尾，那你最少会需要待14天。讲到景点的部分呢，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到的地方。那我们第一天从首都的Windhoek就是顺时针出发嘛，然后第一站就会到整个Namibia最有名的
Sosuflé，对那一区，对，然后你看的就是红沙漠啊，配最经典的那个干掉的盐湖加枯木。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基本上算是没有来过纳米比亚的那种等级，所以这边算是一定要去。然后接着往西边的海边开到一个小德国小镇，叫做 Sockermunde。好，为什么我会一直问他那个名字怎么念？是因为纳米比亚曾经被德国殖民过，所以它其实很多地名都是德文，对吧？没错。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想要？对，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抽到纳米比亚，我就跟我妈打电话说，我们要去纳米比亚，然后她就说，纳米比亚就是你阿公之前住在那里，我是说，这是 in my life 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拍给我之前我的那个阿周。对，在那边生活的样子，照片啊，就是 1905 04，我觉得很有趣。对，它是一个很多德国人就是住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小德国。对，然后我们其实在那边买了很多东西，就是纪念品都在那边买。那个是唯一一站我们可以买东西的地方，因为其他地方啥也没有。大家来这边除了逛街之外呢，就会再去南边一点的 Sandwich Bay，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巨大的海边沙丘，可以在那边飙沙拍照。但是那个地方就非常典型的，虽然我们开吉普车，但是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因为那边真的非常非常难开。对，你一定会被卡在那个沙丘上，而且一定会迷路。对，所以我们当时候其实有找到当地的 tour， 然后我们觉得他服务非常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联系他。对，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往中间一点点去到 Spitzkoppe， 然后它是一个巨大的荒漠中的一些巨石区，很帅。然后我们在那边露营了2个晚上。对，那个我们很帅气的介绍车子的影片是在那边拍的。再来我们往北边去到 Damara Land， 好，那边最特别就是它住了一些已经适应沙漠环境的大象，因为大象其实是非常需要喝很多水的。对。但坐在那边的大象就是它可以不用喝那么多水。对。就是我们那边有住了一个不错的饭店，然后我们有住了那个露营区，然后那个露营区超级漂亮，就是你是直接面对整片的草原，然后后面是巨石，然后你有一个私人的浴室。对，关于这个这些露营区的开箱，就是你们可以再去看我们的 vlog 影片。总之，我觉得 Damara Land 其实算，因为我看过蛮多人的行程，有一些人是会把这边略过。OK。对，可是我觉得非常好玩，非常值得去，就是不管是住在饭店或是住在露营区都很棒。所以我们再往东北边开到算是纳米比亚第2有名的地方，叫做 Etosha。对。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国家公园呢，你可以找到野生的大象、长颈鹿、斑马、狮子啊等等的。而且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自己开车找那些动物。对，这个行程就是这样子，顺时针一圈，然后最后再回到 Windhoek， 然后回家这样。对，然后我也分享几个，就是我当时很想去，然后如果你们蛮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安排的地方。Quiver Tree Forest， 没错 ，Quiver Tree Forest。对，然后我给你们看它长这样。子涵在帮我拍照片，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没去，没空。谁安排这个行程呢？看谁安排这个行程 ？Anyway， 它的这个树很不像地球上会出现的生物，感觉在张牙舞爪。晚上你在这边露营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树配上银河的风景。对，然后它是被列为就是纳米比亚也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对，但是因为它在，你知道我们这次是顺时针嘛，但是它在西南边，它在更南边，它要突出去会多一个来回，所以我们就没安排。对，再来是呢，有个地方叫做 Okojima， 这个没有很这不是。对，反正我在上地标给大家看，就是我跟你们说，其实纳米比亚算是全世界野生的猎豹最密集的地方。好帅！就是你其实很容易看到猎豹，然后这个 camp 里面好像就有蛮多猎豹的。当时候因为我在出发的时候，我有发 IG 跟大家说我要去，然后有一个粉丝他激推，他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他在里面看到猎豹宝宝。哇，好可爱哦！这个地方好像是连淡季都会满的。所以没办法，他们临时。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要订2个礼拜后已经满了。对，所以就有点小隐恨。你们现在是不是突然觉得有好多遗憾？对啊，就没有，我们是回来之后才发现有这件事情。搞得很像我们没有去过纳米比亚，然后现在介绍一个新的行程。虽然说这2个礼拜我没有去到，但是以我多年安排行程跟采一些 review 的
雷达，我这样说雷达好了，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会很棒。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是真的可以安排进去。最后一个小遗憾就是叫做 OPU 5，我们原本其实有把行程安排在里面，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有看有山有海有沙漠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能够看到一些当地部落的东西会还不错。然后纳米比亚那边比较 local 的部落叫做 Himba， 就是他们是一个 Himba 族。然后其实你在一些景区的附近也可以找到 Himba Village。但是我看一些 review 都是讲说那边就会有点像是九族文化村的感觉，就是你进去他会表演给你看，然后他会卖很多纪念品给你，比较对，所以对那些地方就是那些景区附近的 Himba Village， 大家都说没有那么道地。所以那时候其实查到你要真的要去到很北边的这个 OPU 5，因为那时候没有去的原因是它在很北，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绕上去，然后会让我们其他时间变得很压缩。如果你们想要去到我们全部的地方，加上我3个遗憾的话，差不多要排20天。谢谢。好，接下来是住宿的部分。大家想到非洲的住宿，可能都会觉得好像住得很刻苦。但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只要是那种在世界的另一头，然后你又听过名字的地方，代表它有名到一个程度，所以它一定其实会有可以给游客住的地方。你有露营区的选择，你有饭店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想要住怎么样的，你其实都可以找到。没错。对，然后基本上也都有商店可以让你买水啊，然后其实也都会有餐厅，只是它的商店跟餐厅可能6、7点就会关了，很早关。对，所以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就是很常会开夜车的话，可能东西就要买足。但是除了漂不漂亮之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除了漂亮跟价格之外的事情。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第1集 vlog 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死亡谷的沙漠区其实住了2个晚上，我们是有换营区的。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个枯木区啊，就是其实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然后这个国家公园是有门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住在国家公园外面的话，它开门是6点嘛。然后你从它的门口进到那个枯木区要开车1个小时，对，你7点才能到那个枯木区。像我们这种摄影狂人，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个事情啊。所以在死亡谷这一区订住宿，你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你有没有想要拍到里面的日出。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其实没差，我7、8点到也还好。那你其实可以都住在外面就好，因为外面的其实老实说，它的露营区又便宜又舒服。是。但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摄影狂，我一定要在日出的时候进去的话，你就是只能住里面没得选。对，这个是我觉得在定义区特别要注意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啊，我们其实这次发现纳米比亚的饭店，还蛮贵的。后来我才在 Booking.com 上面订到其他选项，因为其实那一区好像有蛮多外国人在那边自产，那边有好买多房子，宅对，然后他们可能平常都没有在住，然后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平常就租给别人嘛。当然变我们后来就订到一间就是一个大房子，有庭院，有个自己的游戏场，然后3间房间，超扯，超爽。重点是一个晚上才3000台币，我们3000台币，然后3间房，一个超爆干大客厅跟花园，然后是饭店什么都没有的饭店的1/5的价钱，超扯。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我觉得要慎选你住宿的区域。因为我们在Winghu其实住了2个晚上，第1天跟最后1天嘛。然后我们第1天，我再附地点给大家。第1天我们住的应该算是蛮中心的中心，然后我们一下车就有小朋友来跟我们要钱啊，然后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边治安没有很好，可能没有很好。但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其实我们算是住在离市区稍微外围一点点，但大概5到10分钟的车程。然后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那边是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然后你开进去都是那种独栋的别墅。住宿的3点再提醒一次，就是红沙漠。你要决定你要不要看日出，对，你再决定你要住里面住外面。然后 Winghu 就是要选治安好的地方，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可以优先选 Airbnb， 再选饭店，对，没错，3件事情，其他都 OK， 对。再来是吃。好，对吃的部分，台湾人应该是最在乎的，但是这很重要。Sorry，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因为我们每天都吃鸭内煮的东西。你就带我去，然后你付我的那个机票，还有我的那个住宿，我就每个晚上帮你煮饭。如果你行李箱是空的话，多带一些泡面。真，我们吃最开心的就是那几个晚上我们吃泡面。因为他其实不喜欢，就是他觉得不健康，可是我们觉得超爽。我是喜欢，但亚洲味，然后那边的泡面超难吃，不要买，真的是超难吃。
我人生吃过最难吃的泡面，拿米比亚超商买的泡面。我跟你说，我们的泡面在那边绝对赚大钱，直接赚爆。我跟你说，我如果在那边要让我开一间 shop， 就是泡面店。所以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煮，然后就是超市买嘛。然后我们其实是在首都就是的超市先大买一波，对吧？因为好像首都的东西会最便宜。对，你就买了一大堆意大利面啊、蛋啊、一些啤酒啊，然后我们第一 round 把冰箱装满，我们至少撑了3天多4天。每一个露营区也都会有自己的商店会卖东西，对，所以大家我觉得对于吃的不用太紧张。应该有唯一吃到一间餐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 Swap Moon 的。那很棒啊，门口有船嘛？对，就是它是德国小镇的一间店，叫做这个怎么念？ Ankerplatz Restaurant und Weinbar。 OK， 然后我们吃的算是比较现代一点点的南米边 food， 记得吗？我们点那个南米边 sushi， 对，是那个超级好吃，生牛肉，然后还多点了牛排。再来是一个南米比亚让我超惊讶的部分，就是那边刷卡超方便。对。是连那种露营区里面的小商店，我要买瓶可乐都可以刷卡。Apple Pay 哦 ，Apple Pay 啊，这样。第一个晚上的 Airbnb 的老板跟我说 Cash Only 之后，我就以为这整个地方信用卡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换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发现整趟需要用到现金的只有那个 Airbnb。除了 Airbnb 之外，我们住的露营区，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候参加 Peter 的行程，那个路人都掏一个刷卡机出来，可以让我们刷卡。所以其实真的是只有 Airbnb 会需要花到现金，所以你可以去算说你要住几个晚上，对，用这个东西来算现金，其他东西都可以刷卡。对。再来进入一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是什么季节最适合去纳米比亚？通常5到10月呢是公认，就如果假设你问 ChatGPT 什么时间最好，他会跟你说 dry season， 就是5到10月的旅游旺季。干季很容易找到动物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水很少，对，所以动物只能在那些水池喝水，所以非常容易，就是你只要开到那个水池的旁边，你就会可能会看到10只斑马。只要你找得到水，就找得到动物。对，然后这些水池其实在 Google Map 上都有点。我们在淡季的时间去呢，我们都有去那些水池，但那些水池都没有动物。对，没错，那些动物都在一些不是水池的地方。对，但因为我们是淡季去，然后因为淡季的好处是你租车跟我们刚刚讲了住宿的点，你随时很弹性。然后也因为是淡季，所以有一些店家可能算你会比较便宜，或是就随便算，反正他也没事做。可是我们其实是淡季转旺季，大概2、3月。对，其实2、3月这个时间是我们最后，我们那时候还车，我们有问租车公司老板什么时间最好，他是跟我们说2、3月，对，算是天气好转，没有那么多雨。我觉得旺季的缺点就是东西会非常的难订，然后你要很早就订好，就是车子啊那些东西。像我们那时候就问租车公司的老板，他说其实2、3月我们现在要订，他们的车子已经被订到8、9月了。对啊，你们现在看到影片的当下，你们这一季旺季要去，你们可能已经订不到东西了。淡季的好处就是人少很弹性，可是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多动物。对，没错。我以一个我去过就是肯亚这些地方的人的角度的话，我会选择2到4月，因为其实你要看到很多更壮观的动物，直接去肯亚就好了。你直接去东非，淡季的纳米比亚可以给你很多非洲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人很少的沙漠，然后非常弹性的旅游安排，是只有在就是2到4月的纳米比亚可以给你的。对。网络签证，最后一个怕就是一些杂项。其实我之前在写攻略啊，就是我很不喜欢写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随便查都有。对。可是我发现纳米比亚不是，你要查什么东西，中文都查不到。所以我没有查。对，真的没有什么人写啦，所以我们就一次把它讲一讲。就是首先是网路，网路真的是一件很靠北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租车嘛，然后租车公司就说会给我们那种 WiFi Pocket。对，我们租那个 WiFi Pocket 花了$100。对，好像是有什么3000台币。对，完全没用。它只有在首都有用而已。Windhoek，我们一离开 Windhoek， 我们甚至去到最有名的景点哦，全都没有收讯。对，那边的 SIM card 其实也是蛮便宜的，其实蛮便宜的。而且网络也是很稳定，蛮稳定的。我们买的 SIM card 都是 MTC 的那间电信公司，然后50 GB 一个人都才大概600台币。对，不要铁齿，不要铁齿。没错。而且我们原本其实有想说买 eSIM，
对，然后我们查了什么 Triva、DJB 什么什么之类的漫游，他也是说我要办漫游。我还很自豪，不会有漫游。我还很自豪说，我中华电信 VIP，我告诉你，只要你去到离台湾更远的地方，我都是比较信任当地的 SIM 卡。是。再来很重要的东西，签证。签证这件事情呢，我们你们两个聊一下，我开天窗，特别看到说上面写申请 e-visa 电子签，就很简单的。我觉得目前，因为我曾经去过一些菲律宾啊、印尼啊，很多只要是办 e-visa， 美国 e-visa 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都是填一填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 e-visa 这几个字，我就松懈了。然后我就跟 Birdy 说，OK。我觉得没问题，就这样子吧。然后，而且那时候好像其实距离去还有3个礼拜。对。过2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的签证好像不是那么的容易哦。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 e-visa 提供了哪些东西？护照、来回机票、每一个晚上的住宿证明、你的旅游安排、你的财力证明，就是你要给他银行的资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国家要确保你有足够的旅费，你不会想要偷渡来我的地方。所以他们需要你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证明来证明我只是来玩的，对，然后还要一个什么英文的邀请信，对，所以还好的事情是因为 Birdy 有一个旅行社的朋友帮我们的忙，就是处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好像是两周前递交我们的申请的，还办了急件，最后其实是出发的前1天才拿到，好紧，超紧。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到电子签证这4个字就觉得很简单，就松懈。因为我之前去越南也这样子，然后就来纳米比亚也这样子，电子签证真的是要小心，真的是学不会。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决定要去了，那你就赶快弄签证，然后你可以在比较安心的状况买机票。对，因为 Birdy 那时候就是因为他等到签证下来才确定买机票，所以我的机票贵了他的机票买1万多块。对，所以我的建议是签证提早办，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做完你后面的每一个步骤。没错。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转接头 ，OK， 大家会觉得。你们以为这是简单的事情，对不对？错。对，我跟你说，我的妈！你看这3口，这不是一般的3口，这放大版的。他就去了小北百货找不到啊。然后我也去我家附近的，也找不到。我去光南百货也找不到。然后我们最后是在杜拜买这个东西，对，而且杜拜还差一点买不到，剩最后一个。对，一定要准备至少1个，然后再加延长线之类的。对，这东西真的很怪，我不知道虾皮买不买得到。OK，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必带的小东西啦，防蚊液。防蚊液真的超重要，防蚊液是要的。我们然后那个人医疗用品，对，我们在 Etosha 直接被小黑蚊叮爆，我被火蚁叮屁股。对，接下来防晒很重要，防晒一定要好好用。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乳液啊、保湿啊、面膜之类，因为就是太阳很大。对。大概就这样子。有人想要补充任何事情吗？帽子要戴啊，多一点喝水啊。带个喇叭吧，音响、灯串啊，我们灯串真的不用带灯串啊。但是我觉觉得一些小灯是需要的啦，像我就带一个，因为露营灯啊，露营灯、头灯或露营灯、水壶啦，我觉得水在那边很重要，可以一直加水，不错。好的，我们这集漏漏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很长的意思，很长的攻略呢，就到这边结束。没错，就是谢谢2位旅伴，就是陪我拍了这么久，我们大概录了2个小时左右，不知道影片最后是有多长。尤其是他啦，原本就说有人这个年头会看30分钟的影片吗？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一定有，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把这支影片给看完的话，拜托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到现在看的话，你在那个 comment 里面写一个 Hakuna Matata， 可以这样吗？可以。Hakuna Matata， 太困难了。这边有我的家，乖。OK， 很棒。好，就是总而言之，谢谢大家看这支影片。然后，其实我真的写这个攻略，大概我写了1整天的时间。大家真的看了这支影片，然后有让你们真的觉得，我可以
比较安心的决定要出发纳米比亚的话，麻烦请留言让我知道，我会超级开心。因为其实基本上拍这影片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地方，然后不要觉得去非洲旅行好可怕。对，我们也是真的很想要好好的把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对，没错。然后呢，我会把这一次我们所有的景点、住宿，还有刚刚提到的餐厅呢，整理成一个我的地图 ，Google Map 的我的地图，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然后也会提供给大家租车公司，但是没有折扣码。对，但是是一间不错的公司，就是有需要的人可以下去拿连结。你放 Celine 25，你会拿到25，对吧？完全没有乱讲。OK， 最后就是喜欢这支影片的，帮一个喜欢呢，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然后可以留言什么。Hakuna Matata。Hakuna Matata。然后也可以闭嘴。OK， 然后也可以顺便留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纳米比亚系列的最后一支影片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要敲碗我们下次去什么地方？在那个抽签的期间，因为我们是每个人丢2个国家到签筒抽出来嘛，有写一些很哈扣的地方嘛，像还有什么 Patagonia 这也很酷，没去过，然后还有哪里？伊索比亚，就我们这一次去转机的地方。我光转机我就觉得偏哈扣了，对，有写南极的。对，我写还有写南极，如果我们抽到是真的会去是真的会去。对 ，Anywhere in the world， 对，就是你想到哪里，我们去哪里。对，对吧 ？Let's go， Let's go， 拜拜，拜拜。傻笑，怪的人。OK， 好，换人。超莫名其妙的一个配置，到底为什么要轮流扮？这个是恐龙吗？恐龙，OK， 好，来继续吧，继续。好的，接下来呢？好热哎，你们这边。对美，可以。